哎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，这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都说，石油的时代是不是快要结束了？你想嘛，现在路上电动车越来越多，感觉好像石油真的要被淘汰了，对吧？它好像就该走进历史了。但这可能是一个超级大的误解。跟你说，石油不但没有过时，它还正在用一种你看不到的方式，牢牢地掌控着我们的未来。好，我们就先来谈谈关于石油，大家最大的误解到底是什么？因为真正的战争早就已经换了一个全新的战场了。你看哦，现在的重点早就不是烧掉石油来发电、来开车了，真正的关键在于怎么样去重组它的分子。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石油从一种一次性的燃料，进化成整个现代文明的，可以说是隐形骨架。所以说，石油的价值核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它的分子上面了。这与其说是炼油，我倒觉得更像是在盖房子，是一种建筑学。这门科学有个很酷的名字，我们可以叫它分子建筑学。它在做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像一个顶尖的雕刻家，他不是在雕木头，他是在原子的尺度上，把石油的分子一个一个拆开，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全新的超高科技的材料。比方说，碳纤维就是这样来的。那碳纤维怎么做的？我简单说一下哦。你得先从石油里面把特定的化学品抽出来，然后把它们纺成比我们头发还要细好几倍的丝线，最后再把它丢进好几千度的高温熔炉里面去碳化。这里面每一步都要求到极度的精密，挑战非常非常大。好，问题就来了，既然原料都是石油，那为什么那些中东产油国，那些家里有矿有油田的国家，他们自己做不出最顶级的碳纤维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有两道几乎跨不过去的护城河。第一道是知识，那些最顶级的配方制成的参数，全部都是美国、日本、德国那几个化工巨头锁在保险箱里的最高机密。第二道护城河是资本，你要盖一座最先进的化学工厂，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？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美金起跳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超高的资本门槛。这就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。有一句话说的超级到位，你家里有油田，那只代表你有泥土，但你必须要掌握了技术，才能把这些泥土变成跟晶片一样有价值的东西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这些用石油分子打造出来的超强材料，到底又是怎么构成我们未来的隐形骨架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。你猜猜看哦，一捆用在太空梭上面的最顶级的碳纤维，你觉得它最一开始那个原油的成本大概占了多少钱？答案可能会吓你一大跳。你看，超过80%的价值全部都来自于技术跟知识，而那个黑黑的原油成本其实占不到20%，这就证明了重组分子的能力比你开采石油本身有价值太多太多了。所以说，谁能掌握这种分子重组的能力，谁就等于掌握了未来3大尖端产业的命脉。而且在这些领域，对于材料品质的要求只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零容错，一点点失误都不行。第一个，太空科技，火箭卫星他们在外太空要面对的是几百度温差的剧烈变化，还有超强的宇宙辐射。你想想，如果碳纤维的纯度不够，或者里面有一点点小瑕疵，它就可能在太空中直接脆化裂开，那整个几十亿美金的任务就直接拜拜喽。再来 AI 科技。现在的 AI 伺服器根本就是一场散热跟高速传输的战争，而这些从石油来的特殊材料，就构成了伺服器内部的神经系统。它们散热好不好，够不够稳定，直接就决定了 AI 晶片能不能火力全开，而不会热到宕机，甚至烧坏。第三个，高阶医疗。
你看，从人造血管到要植入人体的那些精密零件，甚至是照 X 光、核磁共振那个床板，这些材料的标准通通都一样，这是零容错。只要有一点点的化学残留或是强度不够，后果都可能是致命的。所以说，这不只是一场材料科学的革命，说得更深一点，它其实是一场全球权力秩序的大洗牌。未来的全球竞争，说穿了，它的本质就是一场战争。抢的是什么？抢的就是通往太空时代、通往 AI 时代的那条物质供应链的控制权。而在这一场竞赛里面，新的权力玩家早就不是那些传统的石油大国了，而是这些我们称之为分子建筑师的企业巨头，他们才是真正定义未来科技样貌的幕后推手。好，当你看懂了这一条从地底下的原油一路延伸到外太空的卫星，再钻进 AI 伺服器里面的这整条价值链之后，你是不是也掌握了通往未来10年整个科技发展跟财富流动的那组真正的密码呢？